NASA 火星探测项目首席科学家曾公开承认，火星是太阳系最让他毛骨悚然的行星。40亿年前，它还是个遍布河流湖泊、能稳定留住液态水的宜居星球，可现在却成了连极端微生物都难生存的红色荒漠。到底是什么毁灭性打击，让它在短短几亿年里彻底死亡？那些刻满地表的干河床、古老三角洲，到底藏着多少被时光掩埋的命运密码？曾经火星被天文学家寄予厚望，认为是最有生命潜力的星球，结果很快跌落神坛。过去和现在的反差成了太阳系最大谜团之一。探测器在火星表面扫到的古老山谷网、干河床、三角洲沉积物，全是液态水长期稳定流动才会留下的痕迹。这就是40亿年前火星的真实模样。数据显示，这些特征证明火星湿润期持续了数百万年。那时候的它，地质气候活跃的离谱，跟早期地球几乎一模一样。要破解火星的命运密码，我们得穿越回它还在活蹦乱跳、书写历史的时代。大概40到35亿年前的诺亚纪，火星完全是另一个世界，年轻又充满活力，地表能稳定留住液态水。那时候它的内核热得发烫，热动力学模型显示，含铁镍的金属内核还没冷却到停止对流，所以有个超强磁场像金钟罩一样，把大气层从比现在猛得多的太阳风里护住。火山活动遍布全球，塔尔西斯地区就是那会儿造出来的。火山喷出来的二氧化碳、水蒸气直接把大气层撑得足足的，估计当时大气压力在几百毫巴到1巴之间，对比现在，火星才6毫巴，只有地球大气压的 0.6%， 完全是天差地别。有了浓密大气和更高温度，水循环直接启动，雨水落平原，汇成溪流、河流、湖泊，还有大盆地。这可不是瞎猜，轨道探测器拍了几千个地貌，尤其是古老南半球的密集分支山谷网，跟地球被长期侵蚀的河流系统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分支程度、深度、分布都说明水反复流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。但你猜怎么着？就算在诺亚纪这个黄金时代，火星已经悄悄启动了死亡倒计时。诺亚纪结束后，把痕迹全留在了地表，土壤里的矿物就是冻结的时间胶囊，藏着环境、温度、酸碱度的秘密。过去20年最关键的发现，就是火星上遍地都是磷酸盐和粘土矿物。火星勘测轨道器的光谱显示，粘土全集中在37亿年以上的古老区域，而粘土只有玄武岩和液态水在中性或弱碱性环境长期反应才会形成。在地球，粘土可是有机分子的催化剂温床，能让它们附着、聚集、发生反应。所以发现火星粘土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忍不住问，这里会不会是地外前生物反应的最佳场所？可后来化学特征就不对了，粘土慢慢被硫酸盐取代。硫酸盐是酸性环境的产物，还跟硫化物强蒸发有关。酸性环境对复杂化学过程太不友好，稳定有机结构根本活不下去。在地球，就算是类似的酸性环境也有生命能扛，但火星上的限制可要大得多。这里还有个关键线索，碳酸盐。按道理说，火星要是有过浓密大气层、大量二氧化碳和稳定液态水，碳酸盐应该像地球一样遍地都是。但实际上，火星上的碳酸盐少得可怜，只在尼利福萨等少数地方能找到。这直接说明，火星的气候系统从娘胎里就跟地球不一样，长期自我调节能力弱得离谱。不过矿物只能告诉我们当时的环境条件，要搞懂水怎么流动的，还得看火星表面被水流刻下的历史书，那就是覆盖古老南半球大片区域的山谷网络。从轨道上看，这些河谷的分支结构跟地球长期降雨冲刷出来的河流系统一模一样，小支流汇入大渠道。几何分析显示，它们是稳定水流缓慢反复侵蚀形成的，持续了很长时间。水文模型测算，要形成这么密集深邃的山谷网，火星至少得有数十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持续降雨或地表径流，这彻底坐实了古老火星的液态水
根本不是偶尔冒头的例外，而是长期稳定存在的。耶泽罗火山口还给出了更细腻的证据，这个45公里宽的火山口过去是个古湖泊，西缘的三角洲扇形沉积物太关键了，从下到上，沉积物颗粒越来越细，说明是在平静缓慢的水里慢慢堆起来的。跟地球一样，这种结构得花上1000年甚至数十万年，是河流把泥沙带进湖泊或海洋才会形成的。毅力号火星车的实锤数据来了，耶泽罗火山口的沉积层完全是稳定水环境的特征，跟灾难性洪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所以耶泽罗才会被选为寻找古生物迹象的核心靶场。再看赤道附近的盖尔火山口，这个154公里宽的巨盆中心居然立着一座近5公里高的夏普山，而且这座山不是构造或火山活动堆出来的，是沉积层日积月累堆起来的。好奇号的研究显示，这些岩层大多是湖泊环境里反复沉积又干燥形成的。按沉积物厚度和堆积速度算，盖尔火山口的湖泊可能存在了数百万年，足够复杂化学反应发生的时间。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古老火星维持了长期活跃的水循环。既然水稳定存在了几百万年，湖泊河流遍地都是，那一个问题就冒出来了：火星北半球曾经有过海洋吗？这个假说始于一个扎眼的观察，火星南北半球高程差居然有4到5公里，北半球是个巨大的洼地，叫北低地，在地球这么大的高差基本就是海洋盆地了。火星全球勘测者和勘测轨道器的地形图还显示，北低地有蜿蜒数千公里的边界，看起来就像古老海岸线。不同模型测算，如果真有海洋，它可能覆盖火星20%至30%的表面，水量相当于全球几百米深的水层。但争议也来了，火星的海岸线不像地球那样平整，这种不均匀性让很多科学家怀疑，这到底是海洋痕迹还是侵蚀、地壳变形搞出来的？如果火星真的有过海洋，你觉得它会是生命的摇篮吗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火山活动和熔岩流把这事儿搞得更复杂了。数亿年间，北半球爆发过大规模喷发，熔岩直接把地表盖了个严严实实，古老结构被藏起来，水的痕迹要么被抹，要么被毁。还有个更颠覆的假说，北低地根本不是水冲出来的，是火星早期被一个巨大小行星撞出来的。这次撞击制造了全球高程失衡，后来的水和气候只是暂时把这个洼地当盆地用，就算有海洋，也不是洼地形成的原因，而是结果。但水平衡模型又打脸了，要形成所有观测到的河流和沉积层，需要的水量大得离谱。如果水只在孤立盆地里，根本没法解释长期全球水循环。所以现在科学界没达成共识，火星到底有没有过类似地球的全球海洋？但大家都承认，诺亚纪或早赫斯珀里亚纪的某些时期，火星大概率有过超大水体，比如小海。要维持这样的海洋，古老火星必须有足够温暖稳定的气候。那问题又来了，火星是怎么给自己保温的？气候模型显示，诺亚纪的火星大气富含二氧化碳和水蒸气，这俩是温室效应的核心成分。如果当时大气压力有几百毫巴以上，二氧化碳能把地表温度抬到冰点以上。但光靠二氧化碳还不够，三维气候模型显示，就算有浓密大气，古老火星的平均温度也只能刚过0度，所以必须有次要温室气体来加 buff。 其中最关键的候选者就是氢气。在浓密大气里，氢分子和二氧化碳分子碰撞能产生超强温室效应，比单独二氧化碳强得多。现代模型测算，只要大气里有几个百分点的氢气，就能把火星地表温度提高几十摄氏度。但问题是，氢气太轻了，很容易飘到太空跑掉，所以古老火星得有持续的氢气补给。这时候火山活动又登场了。火星早期的超强火山活动不仅喷二氧化碳和水蒸气，还喷氢气和甲烷。这些气体寿命虽短，但能制造出一段段温暖期，足够冰融化，
形成流动的水和湖泊。这么看的话，古老火星根本不用像地球那样一直暖乎乎的，它的气候可能是冷热交替波动的。还有个常被忽略的因素，尘埃和云。现代火星的尘埃有时候降温，有时候加热，而古老火星的浓密大气里，水冰或二氧化碳组成的云就像毯子一样，把红外辐射反射回地表。有些模型说，这个高度的云能显著保温，不过这个机制还在争议中。把所有假说拼起来，就能得出一个重要结论：古老火星的气候根本不是简单稳定的线性状态，而是大气、火山、气体成分、云层甚至轨道参数相互作用的脆弱平衡。既然水和能量都长期存在，碳、氢、氧、氮、磷、硫这些生命必需元素，火星土壤里也有，那生命会不会抓住机会出现呢？从生物学角度看，古老火星确实满足生命存在的最低条件，但必须划清界限。有条件不代表一定有生命。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火星曾经有过生命，没有化石，没有挖到细胞，更没有无可辩驳的生命迹象。但如果火星真的出现过生命，大概率是类似地球早期细菌或古菌的简单微生物，它们不需要氧气，也不用复杂生态系统，可能躲在沉积物的水里或者地表深处，避开辐射和气候波动。就像现在地球的极端环境里，深海底部、地表下数公里的沉积物中都有这类生物活着。所以现在的火星探测任务重点都放在寻找古老生命的间接迹象上。毅力号火星车就是为这个造的。它在耶泽罗火山口钻岩石，收集保存沉积层样本，因为这里过去富含水，最适合保存生物遗迹。它的仪器还会分析岩石结构、有机化合物和化学联系，找可能存在过古生物过程的线索。这背后藏着一个扎心的真相：生命是极其脆弱的，不是有了条件就一定会出现。哪怕初始条件再好，生命可能永远不会诞生，或者诞生后很快就消失。火星的宜居窗口可能短得离谱，一旦气候恶化，水变得稀缺，就算有过早期生物圈，也可能悄无声息地消失，连清晰持久的痕迹都留不下。地球能留住生命，全靠优势 buff， 体积大，磁场强，有板块构造，还有数亿年稳定的气候循环。但火星啥都没有，它给了生命机会，却没法长期守护。那到底是什么把火星从有生命潜力的星球变成了今天的死寂荒漠？答案藏在它的磁场里。早期火星也有全球性磁场，跟地球的原理一样，只要熔融金属内核足够热，能持续对流，就能产生电流，形成包裹行星的磁场。但火星比地球小太多了，直径只有地球一半，质量才地球的 10% 多一点。小体积意味着热量流失更快，当内核慢慢冷却，对流减弱，磁场直接消失了。从那以后，火星失去了磁层的保护，太阳高能粒子直接轰击大气层上层，氢、氧这些氢分子被电离后慢慢被吹到太空。这个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持续了数十亿年。 NASA 的 Maven 任务已经找到了火星大气流失的直接证据。磁场消失后，太阳风和紫外线侵蚀大气的速度比现在快得多。大气可不是单纯的空气，它是行星的热盾，一旦变薄，气压下降，液态水就没法稳定存在，气候和地球化学平衡全崩了。磁场才是火星留住水和热量的关键，地球有它，火星没有，这就是俩星球命运的分水岭。随着磁场消失，大气散尽，温度下降，水要么蒸发，要么冻结。当气压跌破临界值，河流湖泊全干了，火星彻底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，成了今天寒冷静止的荒漠。这是整个生态系统的连锁崩溃。地球虽然也经历过气候灾难，但靠体积、磁场、板块构造能恢复，火星却不行。火星的悲剧其实是给地球敲的警钟。生命不仅需要诞生的机会，更需要持续的守护机制。关注我，带你解锁更多太阳系的隐藏秘密。别忘了点赞收藏，
下次想看宇宙干货，随时找得到。你觉得地球的磁场会像火星一样消失吗？评论区聊聊你的担忧。